善存看起来很健康，那立安，我过瘦，你只骗人啊你！你本来就这么瘦吗？对，我是吃不胖的体质。你不知道跟我讲吃不胖体质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攻击吗？对不起，他的养分都被他转换成长高了。他吃的多吗？他很认真在吃，然后我们很想要让他看起来健康一点。对，其实，在剧组里面的生活其实都吃蛮好的，但是我还是一样。真的，我的目光又羡慕又同情。对啊，其实有好有坏啦。本人跟戏里面角色像不像？反差蛮大的，反差蛮大因为其实我们4个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差蛮大的。藤木人就比较高冷嘛，然后做事一板一眼，但是我就是比较爱搞怪啊，爱搞笑，然后爱搞笑，可爱一点。你是说你本人比较可爱一点，就是不会这么有距离啊？对，因为我还是喜欢可爱要别人夸啦。对，自己讲我以为我听错了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老鼠在吃东西，忘记阻止他。有哎，你有点呛哎。可爱啦，但这个就是他可爱的地方。会希望我帮他看一下星盘，就是这个人适不适合走星途这样子。我那时候就有看，我觉得有点辛苦，但是适合。你需要对手，需要对手，哎，所以有搭档啊，有 CP 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人出现，刺激到你，我觉得你就会强起来。你自己的话，你太温和了。对，你会谦让，你不会去主动争取。对。那我觉得你跟立安这个 CP 还不错哦，搭档起来蛮有 feel 的，我觉得蛮有一些化学效应的。我觉得立成跟牧人为什么会有大家看了会喜欢，就是因为他们一冷一热。对，那其实现实我们也是一冷一热，但是是反过来的。对，你冷他热，我冷他热。他会在我面前重一摔，然后我想说你干嘛？对。就会有藤木人的反应这样，因为我们也从对方就可能平常相处的时候，就看到我们自己要演的影子，然后多少会拿一点现实的东西进去戏里面。那善存，这是你第一次拍 BL， 对，是。感觉如何？因为立成这个角色呀，他是一个太喜剧的角色，是我以前完全没有触碰过的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因为这个角色是这样子，我们才决定说想要挑战看看。算是你演技上的一大突破。对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大突破。因为其实一开始很害怕，说真的，我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拿捏好那个喜剧的尺度。但是没想到试了之后反而豁然开朗。对，你就是要怪一点越怪越自然。对。像我刚刚看那个预告片啊，你在那边大吼大叫，然后那个角度把你拍得很丑，我就心里想 ，BL 不是应该把你拍得很美型吗？结果反而故意把你的五官给扭曲，然后弄得你很像一个那个喜剧演员一样，结果反而效果出奇的好。他长得很漫画，然后反而是我的角色的表演方式很漫画，很像樱木花道那种感觉。对。那立安，演高冷的角色有困难吗？因为我外表是藤木人。所以我内心就很挣扎，不能跟他们玩在一块，那不然那个藤木人的感觉会跑掉。我觉得表演就是先从认识自己开始，所以大家不认识我会觉得我很高冷，但我就会抓住这一点，100分的放大。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谈过恋爱吧？对自己有一点基本认识吧？有。日久生情派还是一见钟情派？我觉得我是一见钟情派的。那个一见，水瓶座不需要见到面，有时候，就是我觉得我是有时候看文字，我会喜欢上那个写，我很想要看到他本人，对，当面见到的时候，那个喜欢会整个加成上去。哇，对，万一他长得不好看，没有会不会减分？不会，也不会。立安，你是双鱼，那你是一见钟情派还是日久生情？双鱼座一定是一见钟情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两位是一见钟情派还是日久生情？我们12星座都有上榜哦。说不定我们搞错喽。水瓶座涂善存上榜了，相处愉悦就加分，触发吸引力。所以触发吸引力很重要，也许是透过相处，也许是透过善存刚刚讲的一段文字，一种才华，一种感觉，真的是一种感觉，那个感觉是说不清楚的。对，朋友们对你的那个感觉，他们怎么评价的？
怎么评价的？比如说会不会觉得你的眼光好特别之类的？一直都是这样啊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一路上大家都这么觉得啊。他们有没有可以归纳整理的一种类型？我觉得如果要比较，可能80%的年纪会比我大。这个很水平哎，因为我觉得年纪大其实是吸引力某一种程度的条件，就是他的历练在身体里面，然后其实那个外在也是吸引人的。比较沉。啊，你能够接受这样，可以啊，就是汤汁可以啊掉下来，很可爱啊看了就想要帮忙擦，真的。坐这边，坐这边。换位置，那你会擦不完。真的，水瓶座是12星座里面最容易谈这种，比如说老少恋呐，各种，比如远距离恋爱啦的高族群，高几率族群。而且老师，我上升又水瓶，会不会更加深这件事情？别人会觉得你更特别。难怪很难遇到。所以年轻的美眉对你来说，你会觉得他们跟你谈不上话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稍微比较容易一点，因为我就没办法用一个仰慕的角度去看她，我可能会比较像是照顾妹妹那种感觉。我们来看双鱼，那就是立安的星座了。有感觉又不确定，内心犹豫，需要突破，有没有同意呢？有感觉又不确定。汤老师我也看不太懂。你看不懂啊？就是我觉得双鱼座感觉是随时都有的，你要对一个人有感觉很容易吧？对啦，是没有错。但是从有感觉要到行动，是不是要有一点动力？对，需要我真的是喜欢他的那个动力，我才会去做。所以那个内在的犹豫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突破的。应该这么说吧。需要相处了，需要相处，也需要命运的安排，可能也要有那个氛围到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看这个双鱼座有多聪明，因为聪明的双鱼座随时都可以从生活当中找到机会。不够喜欢的，他就会有点笨，然后一直找不到机会，然后就算了，也有可能。像我那时候有一个初恋，然后他过程中已经换了1、2任男朋友，但是我一直在找机会去追他，我暗恋他1年多，他都没发现。他其实有发现，但是我就是会过程中会找机会去送他东西啊，送他饮料啊，那就很明显啊。对。那后来呢？有突破吗？有追到了。多久？大概有半年吧。半年。这女生什么星座？她是巨蟹座。她要花时间来确定你。对，真的，她很需要一个很十足的安全感。我那时候为了她住校，因为她那时候高3，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住校，我要认真读书。其实我是想要陪他。只要你的小孩忽然莫名其妙想要奋发向上，其实家长要注意。有用哦，有用哦，你也奋发向上了，对，也追到他了，对，你们成绩都没有掉下来。我成绩一般都还没有到很好，维持正常，正常发挥，也不能再掉了，对，也不能再掉了那种。正常情况就是掉下来的情况。对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就是编剧要怎么样让这2个直男就是在那边老爷那种还在抢着当1号的人，居然会坠入爱河这中间一定是有一些转折。那个转折是什么？合理吗？你们觉得？那个，其实我觉得算合理，可是这个发生的机会不大。那个转折的起头是因为呢，他被一个我们戏里面的高副总，就是下了春药，对，然后就是也遇到一个坏人，对，算遇到一个坏人，然后那个坏人是绿茶哥演的，把他带到饭店里面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冲进饭店里面去救他，然后把高副总打跑之后呢，就把他带到浴室去，想要帮他就是降温，对，降温，对。然后他就开始那个发作了。我为什么就笑了呢？这非常非常 BL 情节，所以是有床戏的。可是我们的床戏不是在这一场，因为这一场是纯粹是我自己历程的心理转变，因为我看到他发作了。但是我其实，在角色的状态我不敢干嘛，但是我看到了，所以我心里就发现，其实我好像有点感觉。有点感觉，哇！这个立安是演技大挑战呢，这一场。他那场是他演的极好的几场之一。就蛮害羞的啦，其实自己看，其实我自己本身不会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，所以
我就是尽量去诠释它。哇，你好疏离哦！哎，双鱼座蛮适合演戏的，双鱼很强的星盘是很适合演戏，所以你就让那个藤木人就进到你的身体里去演这个角色，然后你自己跟我没有关系。对，后来回想我们看了花絮，我就觉得哇，那个感觉又回来了，那个感觉其实还蛮特别的，因为真的蛮担心说那一场戏怕演得太冲击力不够，但是幸好那时候的那个情绪都蛮到的。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对不对？就很不是不可能，但是几率真的是不大。而且遇到这种状况，一个人那个心理辅导的过程，现实生活里他可能需要很多心理辅导，对，绝对不会就这样子很直接的转过来了，那都是腐女脑中的幻想。